我今年42，是一家公司的高管，本该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候，但是老公却偷偷在外面养小三，儿子还帮着打掩护。我没哭没闹，只是简单用了一招，他爷俩就跪在我面前恳求我的原谅。老公，你把工作辞了吧，以后你就专心在家当你的家庭主夫吧。周末见完客户之后，我一回到家就答应了当初老公苦苦哀求我的请求。真的吗？面对我突然的松口，老公徐晓松一阵喜出望外，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可是在一阵兴奋之后，他脸上又流露出狐疑的神色。老婆，你不是前几天还说让我再多打拼2年吗？怎么突然就想着想让我辞职了？面对徐晓松的质疑，我也是真情流露地说道：主要是老公你太辛苦了，而且家里抽出一个人照顾儿子也挺好的，赚钱的事情就交给我一个人就好了，我以后养你们爷俩。说完这句，我忍不住心头冷笑一声。所谓的辛苦，是指他背着我，偷偷带着儿子在外面和小三约会。就在昨天周六，我也是在外面见客户。就在中午，我约客户在商场吃饭的时候，恰好就撞见了徐晓松带着儿子和一个女人进了一家餐厅。徐晓松与那女人的动作格外亲密，三人有说有笑，要是不知情者肯定会以为他们才是幸福的3口之家。因为有客户在，我只能强压着怒火。等到忙完工作之后，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回了家里。我知道要是当面质问徐晓松，他肯定什么也不会说，我索性就以儿子徐林凯为突破口。我等到徐晓松不在的时候，我装作不经意地向儿子问道：爸爸今天都带你去干嘛了？可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主动给徐晓松打掩护。爸爸一直在家陪我写作业呢。我顿感一阵心寒，但是我还是有些不甘心地继续追问道：真的吗？此刻儿子的语气已经变得有些不耐烦。我骗你干什么？不信我就去把作业拿给你检查。说着他就假装起身，我索性就将他叫住。算了算了，妈妈相信你们。恰好这个时候徐晓松走了出来，他揉了揉眼睛：老婆，这个带孩子真的很辛苦，今天陪儿子写了一天作业，我觉得比上班还累。看着他拙劣的演技，我就知道他已经听到了我们刚刚的谈话。我只能强忍着恶心，假装关心地说道：老公你辛苦了，那今天你就早点休息吧，我明天还要见一个客户呢。还要见客户？老公和儿子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我还想着好不容易周末，我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出去玩呢。徐晓松十分惋惜地说道。徐林凯也是在一旁配合着他爸，做出一副惋惜的表情。我知道俩人巴不得我每天都加班，这样他们就好和那个小三一直待在一起。我每天在外面辛苦工作，这对父子竟然还合伙来欺骗我。既然他们都能这么没良心，那我肯定要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最后在我的鼓动之下，徐晓松也是没有丝毫犹豫就把工作辞了。回家后，他还得意洋洋地给我讲，他在辞职的时候当着全公司的面把他老板骂得狗血淋头。他做得越过火，我的心头就越高兴。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当天我就赚了2万给他，就当作是家庭开支的经费。有时我索性懒得连家都不回了，既然他们爱和小三一起，那我就贴心地为他们创造机会。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之下，他们父子俩都有些忘乎所以。学校时不时会打电话来问我，
儿子是不是最近身体状况不大好？为什么动不动就请假？不用多想，我就知道是徐晓松给他请的假，然后带着他一起出去玩去了。我也懒得管他们。这天，徐晓松和徐林凯突然给我打来视频：“老婆，你最近工作是不是太忙了？你都很少回家呀，你别太辛苦了。”我知道关心我是假，没钱了才是真。我二话不说，又给他转了1万，我明天就回来。听到我明天要回去，父子一阵诧异，但是徐晓松还是装作十分开心地笑了笑：“老婆，那我在家做好饭菜，等着你回来。”第二天晚上，我准时回了家。对于徐林凯最近常常不去学校的事情，我也佯装不知道。在餐桌上，父子俩十分殷勤地给我夹着菜。我突然将碗筷一放，然后十分严肃地看着徐晓松：“老公，我给你说件事。”一听这话，本就做贼心虚的他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他眼神躲闪地问道：“老婆，什么事？我们再买俩车吧。”见我并不是说怀疑他的事，他情不自禁地松了口气。买车？我点了点头。对，我最近升职了，我想你在家照顾孩子也辛苦了，我给你买俩车，这样以后你接孩子上下学也方便。一听到我要给他买车，他脸上藏不住的欣喜。老婆，你没看玩笑吧？我摆了摆手，我怎么会开玩笑？但是我随即又装作一副为难的样子，但是要我拿全款还是有点困难。我想着让你先去看好车，然后我出首付。我话都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老婆，你只出首付，你别急嘛。我话都还没说完，我说我出首付，然后你去办车贷，我每个月转给你。既然是我让你辞了工作，我怎么可能会让你出钱呢？只是看你愿不愿意。一听到我出钱，他怎么会不愿意呢？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结果第二天他就带着孩子去看车了，而我假借工作的原因，我租房子的地方，下午他就急冲冲地给我打来电话，说已经看好了车。本来我说买个30万左右的车就差不多了，结果他直接看上了一辆60万的车，呵呵，想要拿着老娘的钱在小三面前装阔气，我肯定会让你为之后悔不已的。老婆，会不会太贵了？徐晓松意识到超出预算太多，他在电话那头小心翼翼地问道。我心底一阵冷笑，随即拍了拍胸脯：只要老公你喜欢，贵不贵都不重要，有你老婆在别怕。听到这话，徐晓松在电话那头连连说了好几声老婆我爱你，听得我直叫一阵恶心。徐晓松以为又在我这里占到了很大的便宜，但是他殊不知，很快他就将因为他的贪心和背叛付出惨痛代价。我知道在提车之后，他就立刻开着新车带着小三和儿子出门去兜风了。这样的舒坦日子，我自然不会让他们过得太久。不到1周的时间，我就以项目完成为理由，提前通知他们我要回家休息一段时间。虽然在电话中，老公和儿子语气都十分开心，但是我知道他们背地里肯定在埋怨我怎么不再多工作一段时间。回家的那天，徐晓松还是装模作样的给我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之后的日子里，我什么也不做，就是整天趴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有我在家之后，他们爷俩就不敢再像平时那样放肆。徐林凯每天只能乖乖去上学，没多久他期中考试的成绩就出来了。因为这段时间和他爸一起鬼混，他毫无意外地成了全校倒数第一。当他颤颤巍巍地将成绩单递到我面前时，我直接毫不留情就一个巴掌扇了过去。老娘每学期给你交10几万的学费，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
其实我并没有因为他的成绩而生气，毕竟当他给他爸打掩护的时候，我心中就没有再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了。之所以打他，也只是借着这个理由发泄我心中积压已久的怒火。当晚，我就狠狠修理了他一顿。在一旁的徐晓松还想上前帮儿子说话，却直接被我一个眼神就给瞪了回去。而徐晓松除了出门买菜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只敢待在家里。最开始几天，他还在我面前装作一副十分勤快的样子，又是洗衣做饭，又是打扫卫生。我朋友都说我老公特别能干，我每天总是想招法儿来搞他心态。当他做饭叫我帮他打下手时，我直接表示最近太累了，而且这些都是他该干的活，对他辛苦做出来的饭菜，我说这个太咸了，那个太淡了，然后转身就只给我一个人点了外卖。这天我刚点完外卖，徐晓松终于忍无可忍，他当着我的面就将筷子猛地一摔。李丽，你别太过分了。面对他的怒火，我却只是抬起头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过分？当初是你吵着要当家庭主夫的，我只拿出7分的要求你都做不到，你还配当这个家庭主夫吗？你就是故意刁难我，我刁难你，我可没有这么闲。要是你不想当，就不当了吧，以后我就不给生活费了，你也继续出去工作，我绝不多说一句话。一听到我不给生活费，徐晓松立刻就向我服软。对不起老婆，我以后肯定做得让你满意。在一个家庭当中，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一样，谁最有经济实力，谁就说了算。徐晓松为了能继续从我这儿得到钱，他也只能服软。可是想要从我这儿拿钱，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开始更加过分地找茬，从米饭的软硬到碗筷的摆放，任何不起眼的小事，我每天都要在他耳边念叨上百遍。这天，他终于再次爆发：李丽，从今天起，老子不伺候你了。看着他破防的样子，我只觉得心满意足。我微微一笑：你不想当就不当呗，我又没强迫你。说着，我就掏出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顺便这个夫妻也不当了吧。面对我的离婚的求情，徐晓松却率先发难：李丽，你几个意思呀？合着你就是早看我不顺眼，然后这段时间故意想着各种法儿刁难我是吗？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听到徐晓松最后这句话，我差点忍不住笑了出来。看到我的样子，他像是更加确定了他的猜想。你他妈！老子在家又是承包家务，又是处理儿子的各种杂事，你倒好，背着我们在外面找野男人算了，竟然还敢提离婚，你对得起我和儿子吗？徐晓松语气越发激动，最后差点就忍不住想要动手打我。不得不说，他的演技还是不错的，可是在一旁的儿子徐林凯的演技就没有那么好了。一听到我说离婚，他脸上浮现出难掩的笑意，我顿时一阵心寒。没想到我生他养他了这么多年，在他眼中，我竟然还不如一个他爸在外面的女人重要。不过也好，这样的老公和儿子不要也罢。哑巴了吗？也就是对我说的你默认了是吧？徐晓松一副大失所望的模样，仿佛他真的很爱我。我的背叛让他伤心欲绝，我仍旧保持沉默。我就想看看这个跳梁小丑还会怎样表演。见我沉默，徐晓松还以为我是做贼心虚，于是他更加得意。他重重叹了口气，又开始说起了漂亮话：李丽呀，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本来为了孩子着想，我是没打算离婚的，但是我是一个男人啊。你做的这件事无疑就是在打我的脸啊，所以我们还是离婚吧。说了半天，还不是巴不得和我离婚，去和那个女人过日子罢了。说着，
他就接过我手上的离婚协议书，然后签了字。在这个过程当中，徐林凯没有丝毫要阻止的意思。徐晓松签完字后，和儿子交换了一个眼神。忽然，徐晓松又从身后掏出一张协议书。李丽，我想这个你还没忘吧？其实这句话也同样是我想要对他说的。只见他手上拿的正是我们当初结婚时立下的另一项协议，里面规定了，要是我们双方谁在婚内出轨，那么他就必须净身出户。看着那封协议书，我不禁笑了笑。徐晓松，没想到你记得有这份协议，不过你记得就好。听了我的话，徐晓松反倒一头雾水。不过他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抢走我的财产，毕竟这些年他赚的那点可怜薪水远远不及我的。要是让我净身出户，他就可以拿着我的钱好好享受了。那我肯定记得，立下的协议就要好好执行。你别以为我忘了就能够躲过一劫。明天我们就找律师来履行协议。可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似乎是为了报复我之前对他的刁难，故意将我们双方的父母都请了过来，好让我难堪。但是他殊不知，接下来真正会难堪的只有他。徐晓松的母亲率先就对我发难，那副嘴脸简直和徐晓松一模一样。李丽，你都快40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竟然还在外面干出这种事情，难道你就不觉得丢脸吗？你不仅是丢你自己的脸，还是丢你爸妈的脸。还没等我反驳，我爸妈反倒先替我开了口。我们自己的孩子，我知道事情肯定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一听这话，徐晓松一脸不高兴。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还要替他说话吗？难道你们应该好好教育他吗？就在这时，我们请的律师姗姗来迟。徐晓松迫不及待地就走了上去。张律师，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公道啊！直到此刻，我才不紧不慢地开口问道：徐晓松，你一直说我出轨的，你有什么证据吗？没有证据，我可是可以告你污蔑的。徐晓松不屑一笑：证据？你这段时间故意刁难我，吵着要和我离婚，就是你出轨的最好证据。律师听闻此言，露出一脸为难的表情。徐先生，证据讲求实质性，你所说的猜测并不能作为证据，所以这份协议无法生效的。徐晓松脸上却染上一层怒色。老子花钱请你来，不是让你说我的证据不行的。但是律师还想说话，结果直接被徐晓松打断。我请你来有什么用？快滚吧！律师也没想到自己会遇到这种奇葩，他只能自认倒霉的准备离开。徐晓松收拾一下失落的情绪，随后得意地说道：李丽，今天就算你走运，没有让老子抓到你出轨的实质性证据，但是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总有一天你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现在按照正常程序走，我们家产对半分，也算是便宜你了，但是以后儿子的抚养费一分都不能少。我懒得理会徐晓松白日做梦一般的话语，我将正准备离开的律师叫住：麻烦先等一等。律师却是一脸疑惑：请问还有什么事吗？我现在聘请你，我老公出轨了。一听这话，反倒是一旁的徐晓松率先笑了出来：李丽，现在咱们按照正常程序走，你只要分一半的家产。现在为了不分家产，你是想要倒打一耙吗？徐晓松他妈更是把声音提高了好几个度：李丽，你这个贱人，自己出轨就算了，现在还想往我儿子上泼脏水，我和你没完！律师也不想废话，直接简单明了地问道：你有证据吗？我懒得管这对恼羞成怒的母子，直接坚定地答道：有。徐晓松他妈还在叫嚣着：
而徐小松的脸色忽然开始变得难看起来，他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他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最近跟踪我了？”我淡淡一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这么紧张干什么？”“谁紧张了？”看着他紧张到说话都有些不利索，我缓缓就将手机掏了出来。我将视频摆到众人面前，将声音开到最大。徐小松他妈只觉得画面中的车有些熟悉，他直接就朝他儿子问道：“小松，这不是你的那俩新车吗？”徐小松支支吾吾一阵，还想上来夺我手机，我一下就躲开，并且把视频跳到最精彩的地方。只见视频中，徐小松在车内和一个陌生女人叠在一起，不可描述之声绵绵不绝。徐小松他妈看到这个视频，老脸一红，徐小松更是恼羞成怒地吼道：“李丽，你他妈偷拍我！”看到出轨的人竟然还敢这么嚣张，我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上前就啪啪给了他2个耳光。“你竟然还敢打老子！”说着，徐小松还想对我动手，但是被我爸一下就给拦了下来。别看我爸上了年纪，但是他每天都坚持锻炼，就算是对付2个徐小松，也自然不在话下。我转头就向律师问道：“这种情况，我可以要求他净身出户吗？”律师将协议接过，他只是简单的看了一眼，就明确告诉我可以。这个时候，在一旁的徐小松慌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请来的律师反倒成为了我的帮手。他赶忙开口道：“老婆，你听我解释，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看着徐小松180度变脸，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这种男人吃软饭就罢了，竟然还想着软饭硬吃。我直接毫不留情地对道：“这种事一个巴掌拍得响吗？还是说是那个女的进你车，然后拿刀威胁你强行和她发生关系的吗？竟然还敢有脸说我出轨！我告诉你，今天这婚离定了，而且你1分钱也别想要从我这里分走。”眼见分不到钱，徐小松自然慌了，他上前来就想要一把抓住我的手：“老婆，我知道错了，看在孩子的份上，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说完，他就朝着徐林凯递去一个眼神。为了孩子，我冷哼一声，结果下一秒，徐林凯也贴了上来：“妈妈，求求你不要和爸爸离婚好不好？这件事是爸爸不对，但是你看他已经知道错了。你以前不是教过我，知错能改就是好事吗？”我一把抽出被他抱住的臂弯，然后冷冷地看向这对父子：“徐林凯，你可真是个好儿子啊！你爸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约会，你就帮他打掩护是吧？你们真是父子情深啊！你和你爸一起滚！”面对我凶狠的语气，徐林凯直接被吓哭。可他和他爸一个样，还想狡辩：“妈妈，我真不知道这件事。”看着好好的孩子变成如今的烂人，我也是毫不客气的上前重重给了他一巴掌。“你以为监控没有拍到你就可以狡辩吗？我告诉你，之前你们一起去商场吃饭，我就看见你们了。本来我当时认为你年龄还小，有些事情你不清楚可以原谅，但是在我给你说出真话的机会的时候，你却选择了隐瞒。”一见徐林凯被我打了，徐小松他妈自然是心疼坏了。他一边安慰着痛哭的徐林凯，一边就回过头来指着我：“李丽，哪有当妈的像你这样的？”徐小松也想趁机指责我，但是我却根本就不吃这套。我眼神冰冷地看向这3辈人，这个孩子我是不可能养的，明天我就会去学校给他办理退学。他不配读高级学校，放心，抚养费我可以给，但是也是法律要求的最低标准，我绝对不会多给你们1分钱。
现在能请你们都滚了吗？徐小松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李丽，你别后悔。说完，他就一把抓起桌上的车钥匙，然后就带着婆孙二人一起离开了。后悔和他离婚，将是我这辈子最不可能后悔的事情。可是我想象中的他们父子被那个女人抛弃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快就发生。这天，正当我和朋友在外面吃饭时，徐小松竟然带着那个女人耀武扬威的就走了过来。那个女人觉得自己成了正主，也是一脸得意。小松，这是你那个黄脸婆前妻吗？徐小松顺势一把把那个女人搂住。宝贝儿，我以前真是瞎了眼了，没想到会和这种女人结婚。要是能早点遇到你就好了。徐林凯在一旁帮衬道。是啊，妈妈，你比她好看太多了，我怎么都没想到。徐林凯这么快就会改口叫这个女人妈妈，真不愧是徐小松的种。看着他们三人装出的幸福模样，我不禁一阵冷笑。就这么喜欢这种软饭男吗？他应该有一段时间没有给你买过礼物了吧？而且我看你的模样，并不是能养得起这种软饭男的。此刻还不完全知晓内情的女人，还在帮着徐小松说话。以小松的才能，找份高薪工作还不是轻轻松松的吗？我一脸狐疑地看向徐小松。结婚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啊！可是徐小松却心虚地避开了我的眼光，因为要是他真有这个本事，也就不会想着在家吃软饭了。可能是有那个女人在场，徐小松还是强装硬气地回对了我几句。是啊，只要我想找，对于我来说都是轻轻松松。哦，是吗？我看着得意至极的三人，突然将话锋一转。你这么有本事，那你的车贷还完了吗？我没记错的话，还差60多万吧。车贷？一听到徐小松身上还背有债务，那个女人瞬间就变了脸色。她一把就将徐小松的手给甩开。好啊，徐小松，你竟然敢骗我！你不是说那个车是你全款买的吗？自己没有真本事，也只能靠着这些谎言在外面维持自己的面子了。我在一旁助攻道：姐妹，你看男人的眼光不大行啊，你觉得他是能够全款买得起那车的人？徐小松的脸色已经难看到极点，但是像他这样的男人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想尽办法都得坚持到最后一刻。只见他眼睛一转，似乎想到了不错的借口，他当即就看向那个女人：宝贝儿，车确实是我全款买的呀，你难道不相信我，反倒相信这个贱人在这里挑拨离间吗？能看上徐小松的也不是什么聪明的角色。当然我也骂了我自己，怪我自己当初也被他蒙骗，直到如今我才看穿他的真面目。那个女人在徐小松的一声声忽悠当中，最终也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徐小松。下一刻，两人就一致对外地看向我。那个女人趾高气昂地说，讥讽道：你这个黄脸婆，还想要来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告诉你没门！看着这个女人不大聪明的样子，我也懒得再和他们浪费口舌。我起身买完单后，转身就走。在出门前，我也是充满挑衅意味地说道：那就祝你们一定要幸福，别让我最后看了笑话。果然没多久，徐小松原本微信朋友圈里的那些他和那个女人的合照全部都被删完了。我就知道高晓松的谎言已经被拆穿了。这天，我正在上班的路上遇到了原本应该在学校上学的徐林凯在街头闲逛。我一下车，他就哭着朝我扑了过来，我赶忙一下就给躲开。你怎么没有去上学？徐林凯哭诉着说了从那之后他们的生活。原来没有多久，
徐晓松贷款买车的事情就被那个女人知晓了，女人当场就要和他分手。然而徐晓松却死活不愿意，因为他现在没有工作，也没有找好下家，这段时间全是靠着那个女人过活。要是没了那个女人，他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了。可是女人铁了心要分手，在争执当中，徐晓松气上心头，将那女人狠狠暴打了一顿。他还将以前自己送给对方的奢侈品全部抢走了，只为换钱还车贷。不仅如此，他还去学校给徐林凯办了退学，只为拿回我替他交的学费。最后，徐晓松被那个女人起诉，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妈妈，我知道错了，你就让我以后跟你生活吧。徐林凯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可是我的内心却毫无波澜。我可没有你的抚养权，你爸虽然没有，你不是还有一个婆婆吗？说着，我就坐上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如今背叛我的烂人都受到了惩罚，而我也该收拾心情，去迎接新的生活。